生气不是坏事，愤怒其实有话想说。这是一个你可能见过的场景。超商门口，一位中年男子走出来，发现塑胶袋破了一角，东西掉了一地。他愣了1秒，突然暴怒，这什么烂袋子啊，难怪现在社会越来越糟。然后气呼呼地踢了一下墙角，一边咒骂一边收拾东西，引来路人侧目。你心里可能暗暗想，也太夸张了吧，一个袋子有必要这样吗？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塑胶袋只是最后一根稻草。在那之前，他可能刚被老板羞辱，被孩子顶嘴，收到了账单，又没有人听他说话。他不是单单气那个袋子，他是在呐喊一件事：我很累，我被忽视，我没人懂。愤怒不一定只是坏脾气，他其实有话想说。我们都误会了愤怒，一讲到生气，多数人脑中浮现的是负面画面。妈妈在厨房边炒菜边怒吼，你们要不要吃饭呢？老师脸红脖子粗，你这是第几次交白卷了？情侣对骂，你根本不在乎我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有礼貌，压住脾气，不要乱发火，所以我们学会了压抑、忍耐、强颜欢笑。但事实上，愤怒不是坏人专属的情绪，它甚至可能是情绪界的正义使者。愤怒的存在不是为了毁灭，而是为了提醒，他在对你喊话，喂，这边出事了，你得看见。要理解愤怒，我们得先搞清楚它有2种样貌，保护者和控制狂。保护者型愤怒是为了保护自我价值，捍卫界限，会勇敢说不，为自己发声，最后可能使关系更清晰，互动更健康。控制狂型愤怒是为了操控他人，证明自己是对的，会情绪勒索，吼叫、暴力，最后可能伤人伤己，破坏关系。关键在于你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。当你能辨认这个怒气是保护自己还是想压制他人，就能让愤怒变成一种能量，而非炸弹。愤怒特别容易在生活失控的时候爆发。以下是3个高危险情境。1. 累了太久，终于爆炸。晚上10点，你刚下班，拖着疲惫身体回到家，发现地上又是乱的，垃圾没倒，晚餐没留，你忍着忍着，终于炸了。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在努力，是不是？这种怒气其实来自过度负荷与缺乏支持。2. 说了很多遍却没人听，你再三提醒队友交报告，但他又拖延，还理直气壮说我最近很忙。你心里怒火中烧，因为你感受到不被尊重。3. 内在委屈无处安放，你默默忍受很多，没人知道你其实很伤心很无助。然后某天因为孩子打翻一杯水，你忽然大吼，你到底会不会做人？这种愤怒往往是情绪失衡的代价，不是水的错，是心里太满了。每一次愤怒都是一张写着请注意的便条纸。以下是几种怒气的潜台词。因为被打断而发火，是要告诉人
我需要被尊重、被倾听。对拖延生气是要告诉人，我需要秩序与可预测性。对亲人发怒是要告诉人，我期待你关心我，可你忽略了我。对自己生气是要告诉自己，我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对不起谁。你越能读懂愤怒的语言，就越能引导他，而不是被他操控。不生气不等于高 EQ， 很多人以为不生气就是成熟、有修养、EQ 高。但你知道吗？压抑的怒气会变形，表面冷静，内心恨意堆积，看似体贴，实则被动攻击。例如，没关系啊，都照你说的就好，永远笑笑的，却突然某天断线。真正的高情商不是不生气，而是会在对的时间、对的方式说出内心的话。我们这样问好了，你上次真的发火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对方太夸张，还是因为你感觉被忽略、不被理解、被踩了界限？每一个怒气的背后，其实藏着一个你很在乎的东西，可能是被尊重、被爱、公平对待、自我价值、认同感。愤怒只是在替你心底那个被踩到痛点的小孩喊话，我值得更好的对待。结语，让愤怒变成你的队友，而不是敌人。是的，愤怒可能伤人，但它本身不是敌人。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，也不懂如何让他安全地说话。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愤怒，它就像你心里的保全，当界限被侵犯，价值被践踏，期待落空，它会出来鸣警报。你可以骂他吵，也可以停下来问，你怎么啦？是谁闯进来了？当你开始愿意倾听愤怒的声音，理解他的焦虑与用意，他会慢慢收起拳头，改用语言。愤怒不是你情绪系统里的坏小孩，而是那个愿意为你站出来的兄弟，有话要说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说。